我们还没接到圣旨呢，你们在外头等着吧。老爷，他们说没有接到圣旨，请朱大人在此稍等片刻。那就再等等。老爷，这午门旁边，不是专有给后旨的官员备下的职房吗？是啊，是有几间呢。好，我去叫他们。楼上当值的听见了吗？谁呀？我是朱大人的护卫，我想去，皇上还没有旨意下来呢，候着吧。后旨的官员不是有职房吗？烦你们让朱大人进去暖和暖和吧。职房有，找不到管职房的活者，麻烦你们再找一找。找，上哪找去？叫你们家老爷忍一忍，挺一挺，这天儿啊，立马就亮了。哎，老爷，这帮没有跟的家伙是故意整治你呀！不会吧？狗日的，嫌你不给买路钱。老爷，我看咱们也送点盐就过去吧。多嘴，老夫一世清明，今日岂能造物？哎，这老屎橛子把持着工部，从不肯给我们一点好处。这回逮着机会让他吃苦头。这苦头还没吃够呢，老天爷帮着他。走。老爷，咱们回去吧。回哪儿啊？咱们回家。回家？再等皇上。老爷，醒醒，老爷，咱们走。老爷，没事吧，老爷？有信吗？你跟朱大人说吧，皇上今日有事，会见取消了。快，回府取药。走。这是姜汤。你们这儿怎么了？老爷，今儿五更天，您在午门外冻坏了。人老了不抗冻了。老爷，您不觉得这事儿有些蹊跷吗？你是说，这小皇上才12岁，这朝中又没有什么急事儿，这怎么可能这么早传旨见你呢？既然传了旨，怎么会又突然不见了呢？我看八成是太监使坏。老爷，这您平日进宫从来不肯给直门官一施舍一点银子，这帮家伙的心都是秤钩做的，早就看你不顺眼了。有几分道理。不开直房门让老夫受冻，那是太监使的坏。但我相信他还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假传圣旨，这可是欺君之罪，谁能这么干呢？禀报老夫人，户部尚书王国光前来探视，请王大人进来。你们朱大人冻得不轻吧？大人他当场就昏迷了，刚刚才醒过来。请郎中了没有？郎中已经给看过了，郎中说老爷这么一把年纪能扛过去，实属不易呀。王大人，朱大人，
您受苦了。这个苦受的窝囊啊！鼹鼠们坑害老夫，就是我不肯给他们买路钱，就使出老天爷来整我呀！朱大人，此事恐怕不那么简单。我刚刚听贵部左司郎说，昨儿个杭州织造局的督办太监孙龙跑到贵部去讨要特制皇上龙袍的遗文。这个遗文不能发。对呀，此事应该上奏皇上，就公费银之事再行磋商。不过，我听说孙龙临走留下了一句话。什么话？他说朱大人在午门之外候了2个时辰的门墩儿，未必还想多候几次。言下之意，朱大人受此屈辱，恐怕与杭州织造局的遗文有关。那是孙龙假传圣旨？这只不过是在下的一种怀疑。可是，孙龙背后若无人撑腰，他是绝不敢这么干的。这个人会是谁呢？那还能有谁？诈传圣旨，可不是一般人敢干的。不是冯。按理说，杭州织造用银，须先由工部与司礼监2家先行会议，待双方商定后，再向皇上禀报。皇上准旨方可依文。可这次司礼监却直接向皇上请旨，竟把工部甩在了一边。若不是冯保撑腰，孙龙哪敢如此大胆？这个冯，朱大人，朱大人，朱大人，来人！老爷，老爷，大人，大人，老爷，王大人，王大人，您还是先请。老爷，也好，我先去把此事的来龙去脉弄清楚。夫人告辞。大人，老爷怎么了？大人，老爷大人，大人，老爷，王大人呢？大人，他刚走。快，替我把袍服拿来。你上哪儿？上内阁。干爹，朱恒这老使角子差一点在午门外给冻死了。今儿早上起来，看见院子里冻死了几只岩雀。昨儿夜里可够冷的。小的们按干爹的吩咐，给朱恒一个薄惩。孙龙呢？啊，一大早他又去工部了，这会儿还没回来呢。师傅回来了，这是他去成兵啊。是啊，我已经吩咐杂役把地笼稍暖一点。冯文龙来了吗？昨天通知他辰时过半前来参见，眼下离辰时还差1刻呢。他一到，马上领他到这儿来。是。莫大人，你不用等了，首府正等着你呢。首府，莫大人来了。让他进来吧。莫大人，请。杭州知府穆文龙叩见首府大人。进来吧。谢大人。前日你来京续职，我已经见过你了。听说今天你要赶回杭州，本府特意留你1天，是因为有些话想问问你。恭请首府大人训斥。织造局衙门离你的府衙有多远？不远，都在清波门附近。平常往来多不多？不多。为何？他们是钦差，惹不起躲得起，是不是？织造局的公务，你们府衙如何配合？首府大人，您允许下官说实话吗？当然要说实话。 4个字，苦不堪言。苦在哪里啊？
第一，男的是给执户们派活，给皇上织龙衣，面料特别讲究。就说这一匹大红妆花过肩蟒缎吧，从缫丝到染色，每一道工序丝毫马虎不得。一匹缎子千辛万苦织成，督造的太监们过目检查，如若发现米粒大的刺点，这笔缎子就算报废了。执户们辛苦忙活了半年，不但拿不到报酬，就连报废的缎子也不给退回。为什么？钦差说的理由是，这是专门给皇上制造的面料，说什么也不能让它流传到民间。这么说，杭州的织户也是饱受钦差之苦？可不是嘛！一匹缎子就算验关过了，织造局也只肯给20两银子。实际值多少？80两。那织户岂不要亏本啊？是啊，不然下官怎么说苦不堪言呢？方才下官说的这是第一难，第二难是绣女。一匹缎子按式样裁制成衣，然后将金百花图案刺绣上去。这些你就不要说了，每道工序把关极严，而制造局付的工钱又很少，是不是？是。莫文龙，你做了6年的杭州知府，对制造局的内情也摸得比较熟。你给我说句实话，制作一件龙袍到底需要多少银子？从制造局的账面上出来，不足2000两银子。杭州府衙还要往里面贴上2000两银子，总共才4000两银子。是，这已经是满打满算了。首府，您的底报。隆庆皇帝啊，生前比较节俭，给他制作龙袍价码最低，那也得2万两银子一套。是啊，下官上任杭州府衙，正好给隆庆皇帝做了4年龙袍。他大行前1年做了一件最便宜的，造价是8000两银子。实际价值是多少？这件龙袍只用了3000两银子。一件龙袍的造价和请银的料价之间悬殊如此之大，怎么就没人过问呢？这个没法管。此话怎讲？自开国圣君洪武皇帝到如今，造龙袍的价格都一直高悬不下，这已经成了定规，没有人怀疑它是否合理。这中间巨大的差价，难道都让这些钦差督造们给贪墨了吗？首府大人，您是没有去过杭州，你不知道这督造的太监们日常生活是如何奢侈的。此前我一直怀疑制造局用银有虚报的成分，但是没想到这漏洞会这么大。国家税赋有限，每年入不敷出，户部恨不得一个铜子变成几瓣花，可是没想到这些太监们如此的挥霍无度。家教，老爷，小心点，老爷您慢点，老爷，小心点。首府，工部尚书朱恒被人抬进了内阁。什么？抬进来的？发生了什么事？我听说是在午门冻坏了。你先到吉祥路下榻，回头找时间我去看你。首府大人，朱大人，朱大人，屋里说。慢点，老爷，慢点，老爷慢点。朱大人，你这是怎么了？两位阁老君在，老夫是来辞官的。朱大人，你怎么突然说出这句话来啊？严叔们逼着老夫走啊！我家老爷在午门前冻坏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事情是这样的，今早4更，大内有人传来皇上口谕，要我家老爷前去午门等候召见。可是我家老爷等了有2个时辰，他们又传皇上不召见了。那帮严叔纯粹是在戏弄老夫。岂有此理！一个小小的守门官，竟敢耍弄朝廷的古公大臣，还有王法吗？老夫31岁，列起朝班，戴罪官场，只怀和
在田家下截流，差点没被洪水淹死啊！秀起宁卫码头遇上饥民造反，又差点没被乱棍打死啊！30年过去，可不像如今，年过古稀，反倒受此奇耻大辱，是可忍，孰不可忍也！皇城之内，午门之下，小小的鼹鼠竟敢如此的放着！老夫还要这身官袍干什么？老爷，老爷，首府，我大明朝200年来，还从未发生这等事。若不严惩，朝纲何在？鼹鼠无法无天，老夫自认倒霉。今日前来内阁朝会，明日面见皇上递手本，辞官回家。朱大人千万别生气。宦官得宠，无论何时都是我辈大臣的不幸啊！万历皇帝惩死大统，正欲革故秉新，重振朝纲，怎能容许这等事情发生？朱大人遭此凌辱，我虽未在场，但感同身受啊。不过内官犯法，内阁不能直接处理，得交由内官监秉断。这样，我马上派人与他们交涉。朱大人，有句话不知当问不当问，请讲。一个小小的午门守门官，为何下此毒招整你？这其中必有蹊跷啊！就为杭州织造局申请80万两用银一事，老夫拒不一闻，因此终下祸根。竟为这事，今天早上，皇上已经把你的奏本发到内阁拟票。朱大人，你这个奏本写得非常之好，我非常赞同你的抗辩。首辅张先生，皇上让奴才前来知会，听说工部尚书朱衡深更半夜跑到午门前闹事，2品大臣如此不讲体面，究竟为何？望查实奏来。老爷，朱大人，老爷，快，传太医！太医来人了！来人！传太医！朱大人，首辅大人，张先生，文公公，这刀子似的北风，您怎么也没带副护耳啊？嗨，这才几步路啊，何必费事？看你这样子，好像很累啊。朱衡今天晕倒在内阁，忙得我连午饭也没顾上吃。朱衡，为什么呀？难道你不知道？我能知道什么呀？朱衡是来告状的。告谁呀？告午门值日官假传圣旨。哈，原来是为这事儿啊！午门值日官大清早的跑过来向我禀告，说是朱衡疯疯癫癫的，深更半夜跑到午门，说皇上要召见他，死缠着值日官开门。朱衡是3朝老臣，一向持重，要没有中官传旨，他顶着个北风跑到午门去做什么？是啊，我也这么寻思。不过啊，这原本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儿。上午传旨太监到内阁传达了皇上旨意，说朱衡深更半夜到午门闹事，让我查出此事。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据我所知啊，不光是皇上，太后听了此事也很生气。是谁向太后和皇上禀报的？我。冯公公，你不做任何查证就把罪责推在朱衡身上，你这么做不觉得有违公理吗？依我看，肯定是有人诈传圣旨，诚心坑害朱衡。是。这人是谁呢？肯定是中官。张先生，你为什么这么肯定？因为凭我多年跟朱衡的交往，他绝不是你说的那种随便闹事的人。你呀，这是在袒护朱衡。我不是袒护他，我是为你着想。这件事如果一旦传开，恐怕对你不利啊。
是吗？中官诈传圣旨，这犯的是欺君之罪。您是内廷总管，至少那些乱嚼舌头根子的人，可以说你冯公公管教不严。我可不怕那些乱嚼舌头根子的人，事实终归是事实。如果中官确实有人诈传圣旨，那我必将其严惩。但如果朱恒是在诬陷我中官，还烦张先生按皇上的旨意办事。我敢断定朱恒是受害者。张先生，我这会儿见你，原是奉了皇上和太后之命。太后有何吩咐？有3件事。这第一件是关于武清伯李伟修坟一事，第2件是关于前清宫子力田欠收，皇上让户部派人去调查，这人派出了没有？第3是有关杭州织造局用银一事。武清伯要修坟？是啊，武清伯在沧州看中了一块吉壤，太后让我来问问你该如何定夺。皇亲国戚一应勋爵的婚丧嫁娶，宗人府皆有规定，按规矩办就是了嘛。如果真的是按规矩办，太后就不让我来找你了。太后有什么想法？不是太后，是武清伯想借修坟之机，想从国库多弄点银子。这恐怕不行。这个武清伯啊，太爱钱了。张先生，你听我一句劝。武清伯想修坟，你只是工部多批点银子又怎么了？从皇上登基那天起，武清伯就想升为武清侯，都3年了，你一直顶着不办。现在他想借修坟多弄点银子，你总不能拒绝吧？张先生，你坚持原则这不错，但是不花小钱儿，那大原则能坚持得住吗？多谢冯公公指点，这件事容我再仔细斟酌斟酌。太后吩咐的第2件事，我已经跟户部尚书商议过了，正在核定巡视人选。很好。这最后一件事儿就是杭州织造局用银之事，张先生如何考虑啊？听说孙龙去工部办理遗文，碰了钉子。可不是吗？据孙龙讲啊，他让朱恒那老头子给轰出来了。朱恒为此事还写了一份奏章递给皇上。我给你透个底儿，李太后啊，觉得朱恒倚老卖老，打心眼里有点烦他。可是朱恒拒绝遗文，实在是为朝廷着想啊。朝廷？你一口一个朝廷，那朝廷也是皇上的朝廷。我告诉你，你要一意孤行维护朱恒，那你就等着吧。听春花说今天是你的生日，要不要帮你置办一桌酒席，通报一下首辅大人啊？谢过刘大人，我看不必了。如果首辅大人真是有心，也不会忘了今天的日子。对了，听您说起过，这前边有一个什么祠，求得签很灵验的。哦，吕公祠，离这儿不远。姑娘，你要问些什么？婚姻之事。离巢燕子任翻飞，换尽东风总不回。暮鼓晨钟憔悴甚，年年空盼旅人归。姑娘，从这签文来看，你的婚姻不顺啊，年年空盼旅人归。怎么，夫君在外头当官？不，小女子尚未出嫁。李可在，备校更衣。大人去哪儿？吉祥楼。我要去见杭州知府莫文龙。是。杭州知府莫文龙住在哪里啊？就在侧院的厢房里。啊。刘管事，把吉祥楼改为行辕，你为内阁节省了不少银两，功不可没。谢首辅大人夸奖。其实这还不是大人您的主意。自从将此地改为行辕后，
不光是节省了不少银两，关键是各地官员往来有了一个下榻之处，也堵塞了因官员差旅而造成的挥霍和浪费啊。小姐，张大人来了，他是来专程来看你的。是吗？他在哪儿啊？他在门口与刘普说话呢。走。大人，云长，没想到您真的来了。怎么了？没怎么，我觉得您没有忘记今天是什么日子。日子？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没什么。您这么忙还来看我，我还以为……啊，姨娘，你先回翠秀阁，我要先见一下杭州知府莫文龙，回头再来看你，啊。莫文龙啊，你既然对杭州制造局的内情摸得清清楚楚，就应该直言上谏，以彰皇上耳目。见什么？制造局制造龙袍的工价银，这个有难处吗？下官说过，龙袍工价银自洪武皇帝开始定的就是这个价，都200多年了，历经9个皇帝，从未更易过，这已经成了祖宗的规矩了。祖宗的规矩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其中有好有坏。好的规矩，一个字不能更改；不好的规矩，不合时宜的规矩，就得全都改过来。比如说制造局用银瞒天报价这种做法，简直是恶劣透顶，怎么能不改呢？我明白了，矫枉戒尺，竭诚办事，本来就是我等分内之事。有首府大人撑腰，我明日就赶回杭州，一回到府衙，立即写书上奏。太晚了，我看事不宜迟，你就在这儿写好了本子，送到通政司，然后再动身回杭州。下官遵命。红袖添香，细数千家风月；青梅煮酒，笑看万古乾坤。殷大人啊，首府大人在这儿。是的，今儿是玉娘的生日，这会儿她正在玉娘房中。请进。首府大人，什么事？光禄寺丞殷正茂大人来访。首府大人，您看。我知道了。大人，您觉得门口这副对联如何？啊，这是我的恩师徐阶的手书。徐阶是什么人？嘉靖末年的内阁首辅。大人，如今我住这个屋，我想让你给我写一副新的，换掉门口那一副。这副对联如此娴雅，有何不好啊？哎呦，叔大，这么晚了，没打搅你吧？哪里，应该。我这也是着急，怕耽误了时机，这才赶忙过来。我是来看杭州知府莫文龙的，顺便看看玉娘。石弟兄啊，几日不见，你这又胖了一圈啊！哎，舒大兄，若不是老朋友，我还真怀疑你是在故意整我呢。此话怎讲？前年我从广西剿匪班师回朝，你说一时没有位子，让我当了个光禄寺丞。光禄寺是管什么的？不就是吃喝玩乐吗？所以说不到1年多，我胖了一大圈啊！石弟兄啊，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说说吧，又有什么事儿来烦我？为朱恒的事来的。下午工科给事中刘炫前来找我。他找你干什么？朱恒被中官骗往午门挨冻的事儿，在京城各大衙门已经是吵得沸沸扬扬的，许多官员都在为朱恒打抱不平，刘炫也是其中一个。他想干什么？他想写一道弹劾的本子呈给皇上。弹劾谁？冯保。刘炫怎么能够认定是冯保要整朱恒呢？刘炫说他有铁证。什么铁证？
刘炫说了，他有个老乡叫贾水，是个太监，在上衣监管事牌子胡本阳手下做事。这事儿胡本阳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这么重要的事，贾水会告诉刘炫吗？贾水是不想告诉，可刘炫是个人精，他逮着个话缝一直追问下去，终于问出了实情。刘炫是攻克几十中，摸清朱衡事件的真相，那是他分内的事。他把贾水的话告诉朱衡了吗？没有。刘炫一直想写本子制造轰动，哪能先泄露这天大的机密？你怎么想？我支持刘炫写这道本子。理由呢？理由有2个。第一，阉党无视朝廷纲纪，诈传圣旨，将大臣体面视如敝履，宦官乱政，我辈世人岂不沦为刀俎下之鱼肉？第二，内廷绕过工部，申请杭州织造局用银竟高达80万两，如果不向皇上说明情况，取消增额，你的财政改革恐怕就只能胎死腹中了。诈传圣旨和杭州织造局用银是两码子事，不能扯到一起。这怎么是两回事呢？如果不是朱衡拒不疑文，阻挠制造局用银增额一事，得罪了冯保，那太监们能出如此毒招来整他吗？石丁兄啊，若论打仗制敌，你是一把好手，可是要处理公仆之间的矛盾，光靠血染沙场的豪气，那是绝对不成的。舒大兄，我这1、2年从旁观察，觉得你对冯保太软弱了。何以见得？我看你是怕得罪冯保。舒大兄，对宦官不能一味迁就。那高拱在位时，纵然有千万个不是，可他对宦官制约有方，绝不姑息养奸，仅此一点，就足以让人称道啊。相比之下，你就软弱了一些。如果你在态度暧昧、不理直气壮地站出来为朱衡说话，那士林中人恐怕就会在背地里骂你是软骨头。谁说我没有替朱衡说话？只是对待冯保要讲究谋略。他为人干练，且工于心计，深得李太后的信赖。两虎相争，必然是两败俱伤。但若与宦官沆瀣一气，亦终非人臣之正道。说得好，但是你要记住，三军夺帅只是匹夫之用。那你的意思呢？对冯保只能施以机密之法。我若摆开架势跟他斗，那刚刚开始的万历新政恐怕就要中途夭折。我知道那些士林们背地里骂我与宦官勾结，但是他们却不愿意深究我张居正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向冯保妥协。为什么？还不是为了推行万历新政，为了创造大明社稷的中兴之乡吗？为了这一理想，对于皇上深为依赖的大办，对李太后非常信任的这个大内总管，我只能笼络。舒大兄，当然了，另一方面我要牵制他。舒大兄，你这有多累呀？累倒不要紧啊，只怕累而无功，还要被骂名。依你这意思，刘炫这道本子是不能写了。别人可以写，刘炫不能写。刘炫为什么不能写？刘炫是我的门生，他弹劾的本子一上去，那势必公开我与冯保之间的矛盾。那你说，谁来写这道本子？朱衡是3朝元老，他的门生遍天下，做主受辱，应该由他的门生来替他讨公道。对，让朱衡与冯保打斗300回合，也可以杀一杀冯保的骄横。没错，是该杀一杀这种不良风气。但是这奏本千万不能弹劾冯保。那弹劾谁？吴和。吴和？我听说吴和是冯保的一只看家狗，见了银子就像苍蝇见了血。吴和这个人名声很坏，且在吊当里也不结人缘。若告他诈传圣旨，那些吊当们都会在黄河楼上看帆船，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冯保再喜欢他，为自身计，也会丢卒保车的。此举甚好。妹妹，姐姐，这么大冷的天儿，让你别来，你偏要来。我今天来不光是看你，
还有要紧事要同你商量。哦，走走。丫头，这花是从暖房里搬出来的吧？是的。再冷的天，搁上一盆红艳艳的花，这屋子里就显得格外有生气。姐姐，近来你身子骨如何？眼看就要立春了，身子就觉得轻松了很多。哎，妹妹说有急事儿找我。姐姐，君儿今年13岁了，这些时候我琢磨着，该给她找个媳妇儿了。妹妹说起这事儿啊，我还正想去找你呢。昨天君儿来给我请安，我看她1年就长高了半个头，都小大人了。我就笑着问她呀：“君儿，该给你找媳妇儿了吧？”咱们这小万岁爷啊，就一个劲儿的乐。瞧他那样啊，他还真想女人了。君儿的媳妇儿还真是不容易找。姐姐你也知道皇后有多难当，为皇上物色皇后，礼部有一整套的规矩，要不这事儿交给礼部办吧？礼部办事儿还不是公事公办？君儿是皇上，也是咱们俩的儿子，他的婚姻还是得咱们俩亲自过问。妹妹有主见，你说咋办，我就听你的。太后李娘娘。谁呀？奴才孙海。孙海，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万岁爷让奴才喊您回乾清宫。什么事儿啊？通政司派人送来2道辑本，都加盖了10万火急的大印。哦，有这样的事儿，你先去吧。是。看看，刚过来还没说上2句话，他又催我了。去吧去吧，君儿的婚姻大事啊，咱们姐妹俩改日再议啊。那好，我先去了。听说今天有2道辑本。太后娘娘，这2道本子，一为督察院御史蔡启芳所拟，名为《恳请惩处中官吴和诈传圣旨书》；一为杭州知府莫文龙所奏，名为《杭州织造局用银甄别书》。听这2道奏本的题名，倒像是急书。朱恒在午门受冻的事儿，听说在京城里传得沸沸扬扬，说什么的都有。冯公公，今天你对我说实话，诈传圣旨，把朱恒骗到午门挨冻，究竟是你的主意还是吴和的主意？奴才怎么敢出这种馊主意呢？我看啊，吴和他也不敢，只是蔡启芳捕风捉影的诬告他。大办。前天你不是说是朱恒到左门前来闹事的吗？怎么说是被骗来的呢？不，吴和就这么禀报的，奴才也是听他说的。那吴和为什么要惩治朱恒呢？那天太后说要对朱恒国家惩戒，奴才也是为杭州织造局用银的事情生他朱恒的气，所以就在吴和面前对朱恒数落了几句。我说对朱恒国家惩治，那也是一时的气话，又没有传出旨去，你怎么就当真了呢？如今弄出了事儿来，外面的大臣们还不知道怎么议论我们娘俩。冯公公，你也不必再袒护吴和了。我看这诈传圣旨，8成是他。奴才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早就听说这吴和行为不端，找了个宫女跟他做对神儿，这事儿你知道吗？奴才听说过，前2天还骂了他一顿。光骂哪儿成？得按家法管教。大内宫廷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应该是天下的楷模，岂能成为藏污纳垢之地？奴才铭记太后教诲，回头一定认真整顿。不要只挂在嘴上，说整顿就一定得整顿。是。好吧，念第2道本子。是。杭州知府莫文龙仅就杭州织造局用银事符奏皇上，造作龙衣之制，定字洪武圣祖皇帝，如今已历9帝，而无稍改，遂成永制矣。臣冒昧谏言，制衣之价亦重新核实。织造局之提条，
亦应重新规制。此中要务实为杜绝中官冒渎，擅作威服，盘剥地方。莫文龙。冯公公，莫文龙这道本子，你认为情况属实吗？这个，奴才觉得莫文龙说的有点言过其实了。首府大人，你家老爷的病有些好转吗？至今未见起色。来，快躺下。多谢首府前来看望，老夫的病看来是难得好了。朱大人不必多虑，蔡启芳弹劾吴侯的本子，今日已经递到了乾清宫。蔡启芳是我的门生，他为老夫鸣冤本在情理之中，但是皇上受当患的蒙蔽，支持老夫，这个冤看来是难伸了。